你可能压根儿不知道，影像圈里有一盏手电筒形态的灯，它不靠瓦数对亮度，也不靠 RGB 花里胡哨，它仅靠可变束角加投影片，就把普通的短片塑造出浓郁的电影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BRBD 的频道。这盏灯是 Smog 的 RF10C，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件电影感与氛围感兼得的设备。我也会尽量从场景、方法到坑位，一口气给各位聊透。先说一句必要的话在前面，在灯光的赛道中，它非常便宜，却也能非常明显的提升你视频的质感和完成度。这期视频我们不谈电影感玄学，只谈可复制的方法。为什么说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？先说实话，圈子里的大多数朋友一提到灯，脑子里就两类，要么是大面软光，比如柔光箱里的 OCB 主灯，要么是随手补光，比如小型的口袋 RGB 灯。它们当然重要，但它们更偏面和色，而 RF10C 这一类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线。它是可变焦小聚光，把光束收紧、塑形、投影，用影和纹理去建立画面的层次。简单理解，主光负责照亮你， RF10C 负责让你有戏。有意思的是，它还自带投影片套件，能把窗格、百叶、几何、孔洞投到背景或主体上，仅用几分钟就可以让一面白墙长出情绪。这种工具在电影灯体系里很常见，但消费级、便携、内置电池还能变焦的形态的确不多见，所以它很容易被忽视。很多人以为电影感就要靠大阵仗，其实很多时候就差一盏能控形的小灯。RF10C 到底是什么？怎么成为电影感的必备工具？用最口语的说辞，它像一把光学的螺丝刀，前端是可推拉的凸透镜，束角能从窄到宽。你想要锐利的光斑就收窄，想要柔一点的边缘就放宽。机身有多处1/4螺孔，方便你把它挂到任何架子上、迷你球头上。它也内置电池，满功率基本能扛一场拍摄，户外不用找电源。它不是那种把房间照成白昼的大灯，它是用一笔一笔的高光和阴影给你画出戏的小灯。电影感的本质是控制方向性，控制明暗比，控制色彩分离，控制层次。RF10C 做的就是这4件事中的前3件。方向性，它是一个束光器；明暗比，它是刻刀；色彩分离，它自带4种颜色，用于快速定调。剩下的层次，它靠投影片、靠距离、靠你移动它的路径来完成。当然，它不是主角，但它能够让主角显得更具有氛围感。一盏灯5种可落地的电影感玩法，聊之前说一句，下面每个玩法都会聊逻辑怎么摆、常见错误、进阶升级。你看完这期视频就能照着做。窗影人像，把电影房间里拍成电影感的午后逻辑，是投影片中的窗格、百叶，把一束束硬光投到墙上或人物侧脸，制造自然窗影。怎么摆？把 RF10C 收窄到小束角，离背景拉开距离1到2米起步最好。灯头尽量与墙面垂直，人物离墙半米以上。常见错误是灯太近、束角太宽、纹理糊，人物贴墙影子脏。进阶玩法是再加一盏主光或者反光板轻托面部，让窗影既有戏又不遮五官。因为我在出差，手上没有那么多设备，就只能等回家再给大家展示了。缝隙光特写，让脸上有故事的那一道光逻辑，把投影片换成夹缝，让一条细细的高光斜过眼睛到颧骨。怎么摆？灯位略高，从30度到45度打向面部，收窄束角，人物和背景至少拉开70厘米，避免硬影糊在背景上。常见的错误是缝隙太宽，一下子变成了整片硬光，曝光看背景导致脸上的高光过曝。进阶玩法是在对侧用一张黑卡吃掉反光，反差更电影。发丝加纹理2合1，一灯做2件事的逻辑，灯从人物后上方打出干净的边缘高光，同时在远处背景投几何纹理，人物立体，背景不空。怎么摆呢？把灯举高过半个头，从45度打，束角中等，既保留边光强度，又能在远墙投纹理。常见的错误是角度不对，镜头内炫光，纹理太抢戏。它的进阶玩法是切换红蓝2种色彩，拍2版氛围感，后期叠加转场，扫光转场，给短视频加一点呼吸。逻辑是手持 RF10C 慢速横扫人物侧脸或背景墙，画面高光从左到右游走，当做过场或者开合页。
怎么摆呢？快门在1/50到100%之间扫动匀速，常见错误是扫得太慢导致停顿感，太快又像闪烁了一下，不明确关系。它的进阶玩法是扫一遍白光，扫一遍蓝光，剪辑里叠加溶解，层次马上就出来。直播桌搭和情绪的布丁，给背景加一口味道的逻辑。不动主体光，把 RF10C 用暖色或者冷色在背景上打一块色斑，让画面不那么平。怎么摆？放在地上或靠墙低角度打，束角略宽，形成异彩。常见的错误是色斑打在主体头后像光环。它的进阶玩法是一暖一冷，两块色斑对冲，画面更开阔。那么它为什么能显著提升视频质量？这部分我尽量聊看得见的提升，而不是形容词。可控的对比度，大面主光容易让画面铺平 ，RF10C 擅长收窄和切割，让暗部有意图，人物轮廓有交代，这是观众下意识里认为像电影最重要的信号之一。可重复的纹理语言，窗格、百叶、几何、水纹、孔洞，这些纹理一旦稳定复现，你的频道就会形成签名式观感。很多高订阅的频道其实都在做可复制的风格工程学。空间分离与景深错觉，当背景被一块纹理或者色斑点亮，主体与背景在亮度、色彩、纹理上拉开差异，你的镜头会看起来更有景深，即便镜头光圈并不夸张。我们再说说时间成本与容错，一盏可手持可随处夹的灯，布光变成3步，拿起、瞄准、微调。当你不用搬大灯拉电源，你就会更愿意再试一个更有感觉的角度，这直接等于更多高效的方式，你也会更愿意去布到一个你最满意的氛围。所以它的性价比到底体现在哪里？这不是一句空话，替代更复杂更昂贵的光学门类。以前想要投影窗格，要么大灯配光学投影器，要么上片子加焦距投影，动辄成千上万还沉。 RF10C 在可用范围内把结果做到了，虽然不能完全替代，但它对大量短视频和小型商业效果已经足够。可携带等于随时可用，拍 vlog、采访、旅拍，能带就能用，能用就能出片儿。很多朋友投资了好灯，却因为带不动而几乎不用，真实的性价比为零。另外，它的单兵效率也值得一提，你一个人就能完成布置，比如发丝边加背景纹理，3分钟就能搞定。对于自媒体，这是看得见的 ROI。还要算一个训练维度的账。RF10C 这种工具会强迫你观察光线的边缘，这是摄影人长期收益最大的训练之一。你会越来越知道光从哪里来，怎么走，在哪儿停，这比设备本身更值钱。另外，它的边界和避坑我都先替各位踩了。说在前面，它不是主光，10瓦的小聚光做情绪和纹理非常棒，但别指望它把会议室打成影棚，它是用来配合你已经有的主光或者窗光，所以要把 RF10C 当刻刀来用。色彩也不是全功能 RGB， 用的是白、暖、红、蓝的实用4色，这很好理解。它的定位是快速定调，想要更花哨的颜色，交给你那盏 RGB 面光。要想投出清晰的图案，要记住2条技巧：束角收紧，灯具背景拉开，灯头尽量与背景垂直。想要柔一点，反过来，也别把光对着镜头，否则鬼影和眩光会毁掉画面的质感。电量没有百分比读数，也是我觉得这款产品如果有下一代的话，它需要改进的地方之一。解决的思路有2个：第一，带一个移动电源或者 C 口充电头；第二，养成场间充的习惯。所有内置电的机尾灯最怕的不是绝对续航，而是你忘了补电。说了些优缺点，那么这款手电适合谁？如果你是 vlogger 自媒体，它可以帮你把租来的白墙瞬间变成会说话的背景。如果你是小工作室或室内活动，它是最快速、最不打扰现场的氛围定调工具。电商、短视频、美食则可以用它作为刻刀和背景纹理，几分钟就能把普通的台面拍成品牌视频的感觉。对于学校社团内容初创来说，预算有限时，它或许是第一盏让画面有故事感的灯。如果你有兴趣买了它，你也可以试试3个小方法：窗影练习、百叶加窄束角加远墙，拍3张构图，体会距离和束角对边缘锐度的影响；刻刀光练习，找一件金属或者玻璃小物件，拍5张不同灯位的擦边效果，记录每一次移动后的高光变化。捉他情绪练习，在背景打一块暖色斑，主体用软光，拍10秒过场逼肉，配一段轻音乐，你会立刻明白呼吸点的价值。这就是 RF10C 的全部精华。是的，很多人不知道它，因为我们长期被面光和亮度教育了，忽略了控型和纹理。可它偏偏是电影感和氛围感的有力工具，
有正确的距离、角度、束脚下，它能把普通空间变成有故事感的空间。毕竟它以很友好的价格换来真实可见的画面升级，更清晰的轮廓、可控的对比、更耐看的层次和更顺滑的剪辑节奏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依旧，如果你有什么不懂、不会或者更有意思的玩法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见。